就算偶尔留下一丝眷恋，别让曾犯下的罪，把所有心碎给白费。打开你的枷锁，你的堡垒，化成片片的落叶，伴随着风一切火焰。妈离开了，我很难过，我不想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我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身上。爸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很想留下来，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，我想等那一场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爱情，和那一个不知道会在哪里出现的人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不管怎么选择都是错的。反正不管怎么选，都一定会有遗憾，就是。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，忍受每个路口都是考验。我们化作了蝴蝶，携手防卫，穿过那片云烟。不睡了，我要回去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等一下直接去上班。回去以后，我会马上跟他提出离婚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冲动了，你骂我也是应该的。其实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呢？只是现在情况真的有一点复杂。不过，该来的始终会来。现在一切都摊在太阳底下，也许也是一件好事。真的吗？都拖拖拉拉那么久，我也累了，就当做是一个了解吧。你能那么想我就放心了，我还担心你会想不开呢。哦，那你们昨天见面了，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我还担心你会对他余情未了，舍不得放手。像这种男人，甩了也别觉得可惜。我以前还老是夸他。我以为他是个好男人，以为你捡到宝了，结果没想到他那么渣，结了婚还瞒着你。我现在想起他以前说的那句话，都不知道哪些是真的。我没事了，有我在，你别怕啊。他要是敢纠缠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怪不得阿邦最近都神不守舍的。都是我了，都怪我，打什么小三捉什么奸了，现在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。人都打了，你现在说这些也于事无补。都是那个哲毅惹的祸，明明结婚了还瞒着阿邦和他在一起。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？太过分了！男人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是男人啊？哎，我很清白好不好？你们男人受了伤，顶多伤心一会儿，很快就会找到下一个。可是现在，阿邦怀孕了，你说以后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一直都觉得介入别人婚姻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，更不赞成别人当小三。可是阿邦是我的朋友，我了解他，他不是坏人。如果他一早就知道哲毅已经结了婚，他一定不会和他在一起的。
我只是觉得，连我都这么烦，阿邦心里肯定很难过。你说，如果爱一个人，既伤心又伤人，那我以后就爱我自己好了。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跟你说，美国精神病协会呢，在2014年的时候，把自拍成瘾归类成一种精神疾病。他们说那种常常发自拍的人呢，都有一种夸张型自恋，而这种自恋跟自我崇拜，都是因为一个人有很强的自尊心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无非就是想说我有病嘛。真的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自拍是不是一种病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相机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掘生活，还有自己的帅气。最主要是还可以记录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。怎么样？去年的今天，我跟慧文的幸福时刻。你女朋友啊？以前分手了。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？要从几时算起啊？还说自己对感情很认真。哎，恋爱经历多不代表我就是花心大萝卜 ，OK？ 我每一段感情啊都是认认真真的，绝对专一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吗？结局又不掌握在我一个人手上。谈恋爱需要2个人，如果那个人不同意，那么你的众前女友当中，谁才是你的最爱？这个很难说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跟我结婚白头到老的那一个，肯定是我的最爱。你对婚姻很认真吗？当然，婚姻岂能儿戏啊？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会刻意隐瞒自己的婚事，然后跟另外一个女人交往呢？你当别人小三啊？不是我随便问问。哦，那我也随便回答喽。别人我不知道，起码我不会。你又知道，以后的事情很难说的。我是对自己有信心，因为我受过伤害，我知道感情带来的伤害有多么的痛。因为爱过，所以懂得；因为懂得，所以我也不会选择主动去伤害别人。才几岁啊，把自己说的那么沧桑。可能是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吧。我父母从小就离异，得见男人找了一个小三。我妈妈自己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从来没有一句抱怨过。可能是担心离婚会给我的成长经历带来不好的影响吧。
珍贵。若明天又在不断重演，辜负了昨日的冒险。就算偶尔感到一些疲惫，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。人生每个出现都是体会，我们化作了蝴蝶，写下方位，穿过那片云烟。若想念都成了亏欠，再见是否太可悲？若明天又在期待着谁，忽略了自己的笑颜。世人多少个误解，因为被蒙住了。就算偶尔感到一些疲惫，别让往事和胆怯成为你身上的累赘。人生每个路口都是考验，我们化作了蝴蝶，写下方位。我知道你忙，帮你买了好多东西。谢谢啊。怎么之前的东西都不见了？想换一下环境，改变一下心境，你觉得这样不好吗？我没说不好。是那天梅根来把我骂醒了。以前的事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好好考虑你的感受，所以你骂我是对的。我真的是一个大笨蛋。梅根说的对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要是我还不放手，可能到头来什么都抓不住。还会错过那些一直在我身边最重要的人。来来来，最爱吃肉丸了，多吃一点。还有啊，这个汤啊，淑生阿姨是下足了料，你看里面很多药材，她今天下足本钱，你一定要尝尝。好了好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你那么瘦，多长点肉才好看。我女儿怎么看得好看呢？哦，女孩子有点肉才有福气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我自己的。听见了没有？李淑生阿姨啊，还一直叫我来关心你啊。你少说两句啦。啊，对了，你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了，那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我都辛苦工作那么多年了，现在就休息不工作，可以吗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，会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不要乱讲啦。他以前可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啊，现在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网上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躺平的吗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在家里躺着，也不去追求其他的事情和事物享受，只要心灵富足就行啦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想追求这种又轻松又颓废的日子。人到了某个阶段啊，总是要做出一些改变，就很像你啊。我？对啊，你现在不也改变了，放开了吗？你不知道你之前有多难相处。可不是吗？
幸亏我啊，这个人不喜欢跟别人计较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只有你才受得了我爸，为难你了。我呢，就当废物利用，资源再回收。哇，你们一山一河的，损我损得很开心哦。哼，那以后我们一家人要多一点一起吃饭，让你们多一点机会损我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来来来，吃。有人今天好像特别开心哦。啊，我们一家人像这样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饭，还真的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梅根最近真的变了很多？哎，他好像变得很开朗了，人也变得轻松了，不像以前整天凶巴巴的、冷冷的。老天爷对我还不错，我想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没事吃个饭，大家聚一聚，夫复何求呢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爸爸喜欢吃巧克力？因为我喜欢啊。那你知不知道我爸爸喜欢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很厉害。我乱猜啦。美颖姐姐，那你会和我爸爸在一起吗？我和你爸爸只是普通朋友。真的假的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Pap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谢谢啦。生日快乐！爸爸，快点许愿。OK。哇，这个蛋糕看起来很漂亮哎。当然了，也不看谁是师傅。是美颖姐姐教我做的。你做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儿子今天拜我为师啦，我们一起做的。看起来是不错，味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这个给你。那我来吃吃看喽。你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哇，很好吃哎，那你还没睡啊？骗我！是不是要爸爸陪你睡啊？我可不可以要美女姐姐陪我一起睡？美女姐姐，我听见有人在叫我。
美女姐姐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睡？哦，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好吧。耶！哎，到我的，爸爸，你去睡觉吧。我去睡觉。快点，快点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来，我们躺下。来，躺下。那你想听美女姐姐给你讲故事，还是唱歌呢？你唱歌给我听，然后我讲故事给你听。好的，唱我小时候听过的吧。摇啊摇，摇到阿婆桥，阿婆请我吃年糕，吃年糕。这个送给你。怎么那么好？帮我庆祝生日，还送我礼物。拜托，我一直都是好人，好吗？只是偶尔不小心会搞砸一些事情嘛。送香槟哦。我问了超级市场的小哥哥，他说这一瓶物美价廉，物超所值。谢谢你妈。哎，你要不要喝？哦，好啊。哎，可不可以让我开？啊，你看，你看。嘿嘿嘿，谢谢。好。我每次看电视啊，看到那些戏里的主角们碰到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，都会开香槟。所以呢，我也想试一试开香槟的感觉。今天是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吗？哎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也是我到新加坡的第100天。就祝我们健康快乐，平安度过每一天。值得庆祝，值得庆祝啊！你们好。可以。不错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喝那么快？你不要喝那么快。为什么？你酒量不好啊。你开玩笑，我酒量不好。我。好喝。1分价钱1分货。来。我们1杯情，2杯义，3杯还是好兄弟。来喝。你别瞧屁人啊！我们中国人酒量如海量，饭前饭后来1杯，喝酒当喝水。给我，快给我！来嘛，干嘛一直看着我啊？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一直看着你啊。那你干嘛脸红啊？喝酒当然会脸红啊。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我瞒你什么？老神经病！切，你们男人说的话都不可信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可以爱我吗？那天是你先主动啊。那天你喝醉酒，你硬上我车，我才把你送到酒店的。所以你记得我？我看你不记得，那我当然就没说。那你有没有对我做过什么？当然没有啊！是你强吻我那天晚上是你强吻我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聊天啦。来，你去睡觉。
怎么会是你？维尼说他想冷静一下，暂时不想见你。他让我转告你，再也不要去找他。他还好吧？你说呢？你也真是的，搞到老婆反而被当成小三，还被打，你是怎么做老公的？你们2个人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？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？一次半次就当冲昏头，但是维尼说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好像有一段时间了，是真的吗？我和维尼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问题。哪一对夫妻没有问题？2个不同的人在一起有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所以是有多复杂？复杂到搞外遇。维尼告诉我，他有情绪问题，他也努力的在解决。你是她老公，不是应该在她有需要的时候帮助她、扶持她吗？2夫妻有什么不能解决？你要去外面找别的女人？我真的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。我是过来人，离婚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，很可能会是2败俱伤。我帮你劝他回来，你好好的和他道歉。维尼真的很爱你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那天气越来越热，你要记得多喝凉茶。对了，泽毅还这么忙吗？吃了一样哦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讲，其实要结婚？怎么突然间又在问这个的？现在计划也差不多了嘛，你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表妹比你迟拍拖，下个月要结婚了喽。妈，表妹她结婚那是表妹的事情嘛，关我什么事？好啦，我也是到时间要去做工了啦，晚一点再打给你啊。拜。好吧，喝口茶。谢谢。你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没有。喂。要不然你别上去了，我们打电话给哲一问问。不要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。为什么？我想见他。可是我怕他一见到你，就会狠狠地打你，然后把你撕成2半，怎么办？这样或许更好呢。如果他打我的话，也许我就不会觉得那么内疚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上去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你在这里等我吧，我一个人上去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，爸。你放心，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答应你，我第一时间、立刻、马上打给你，这样好吗？好吧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那我上去了。
进来吧。喝茶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问了楼下的前台，他们说泽一经常在这里入住，你以前还是这里的员工，你们是这样子认识的吧？你约我来到底是想说什么？你不用怕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怎么说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不是吗？你们经常在这里见面，看样子泽毅没带你去过我们家吧？也应该没有把你介绍给身边的朋友认识吧？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难道你就不会怀疑，不会觉得奇怪吗？我只相信哲毅对我的情感是真的。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，她不需要骗他，自己就会骗自己。我很相信哲毅，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，没想过他会有外遇。这张床，你们睡过吧？我和泽毅在大学认识，他是我学长。在大学，他算是个风云人物，主动追求他的女生很多，但他选择了我。在大家眼里，我们是一个人人羡慕的一对，然后就顺理成章结了婚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兴趣知道。是没有兴趣知道，还是不敢知道？他没告诉你，我们有个孩子吧？2年前，因为突发性的心脏问题，离开了我们。然后，我们过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。这种痛，你是不可能会明白的。泽毅为了麻醉自己，在外头找快感，我可以明白。我是心理医生，来诊所看病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婚姻问题。他们说，一当男人太安逸的时候，就开始不安分。我和泽毅在一起10多年了，我非常了解我自己的老公，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所以我相信，他对你是认真的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这些年也不是白过的。
你对自己就真的那么有信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在一起2年了，他为什么一直瞒着你？他大可以一开始来告诉我，对不起，我爱上了别人，跟我离婚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在一起。可是他没有，他放不下我们这段婚姻。这段日子我不在，他每天着急，到处在找我。他心里是有我的。你还年轻，还可以做其他的选择。我已经选了。我怀了他的孩子。我是永远不会跟他离婚的。我一天不跟他离婚，你永远是见不得光的小三。你孩子永远是个私生子。是见不得光的小三，私生子小三。你孩子，他是永远是个私生子，见不得光的小三。他是个小三，是个私生，永远不会跟他离。你永远是见不得光的小三，永远是个私生子。我问你呢，阿爸，怎么了？阿爸，你没事吧？阿爸，喂，叫救护车！我回家了。回来啦。你这几天去了哪里？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？我现在不是好好了吗？我们谈谈吧。我才刚到家，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事情总要解决的。这个问题，我们已经拖了多少年？2年了。打从孩子走了以后，我们一直都在逃避这个问题。逃避什么？你倒是说说看。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的打击也很大，可是我心里其实也一直都不好过。所以，你每次发脾气，就把所有的问题和情绪发泄在我身上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每次回家，我都觉得很犹豫，我到底该不该回家？你今天会不会有情绪失控？你今天的状况怎么了？我也是人，我也有感觉啊。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跟你说有用吗？所以你去找那个女人，是我逼你搞外遇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。是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真的很累了。
们离婚吧。这些年，你趁出差的时候，都会偷偷去酒店小住一下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大家压力都很大，我知道你需要一点空间，所以我就不去干涉，让你有你自己的自由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给你的自由，真的背叛我的机会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，起起落落，这是难免的。我会当做这次你做了一个小差，我原谅你，我们不会离婚。你这么做，不是更辛苦吗？那是我的选择。泽立，我们这些年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们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，都是真的。我也确实真的爱过你。阿邦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了。有孩子又怎样？我们也有过孩子，不是吗？还不是到了这个地步。就算